他故意用钢钉扎破自己的大腿，只为制造第一次来月经的假象，然后慌慌张张地跑到母亲面前，向她展示裙子上的血迹。母亲见状，还以为女儿真来事了，赶紧把她带到卫生间处理。而这刚好合了女孩的心意，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母亲引来，让她看自己手机上的惊天秘密。可母亲看完却满脸疑惑，因为手机上只有一些全家福照片。女孩见状，惊恐地告诉母亲说，这些照片中的人全被杀了，而凶手就是邀请他们一家来做客的男主人尼克。可母亲闻言却不以为然，觉得女儿是在搞什么恶作剧。情急之下，女孩只好把刚才遇到的怪事全告诉了母亲。原来就在半小时前，女孩和尼克的哑巴儿子在玩耍时，男孩故意将球扔到大人的视线盲区，然后假借捡球的功夫，把女孩带到了一间仓房里。他熟练地揭开地板，露出一个隐藏的地下室。女孩刚进来就被惊呆了，只见这里分类摆放着许多生活用品，还有各种不同型号的手机。而就在女孩感到困惑时，男孩又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，而里面的每一张照片就代表着一个不同的家庭。可奇怪的是，每张照片上竟都有尼克夫妇二人。男孩见女孩仍是一头雾水，于是翻开带有自己照片的那一页，用手指着告诉女孩，自己的父母其实并不是尼克夫妇。接着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舌头，然后张开嘴巴，用手比划出了剪刀的手势。此时的女孩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尼克夫妻俩竟是杀人狂魔，他们残忍杀害了男孩父母。由于自己不能生育，便将男孩占为己有，当做儿子收养，甚至为了防止男孩说出秘密，还残忍剪掉了他的舌头。接着男孩又拿出一张照片，竟然是女孩和她的父母。没错，他们一家正是尼克夫妇这次的目标。女孩瞬间被吓得脸色苍白，为了能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父母，她赶紧用手机将证据拍下来，然后刺破自己的大腿，把在外面跟尼克夫妻聊天的母亲引来厕所，然后把真相全告诉了他。而母亲得知后也被吓得不轻，立马找了个借口把丈夫也喊来了卫生间。三人密切商量之后，决定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。但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，就在刚刚，尼克捡球时发现密室有被打开的痕迹，他已经开始产生了怀疑。可奇怪的是，当女人以女儿来初潮状态不好，想要带她先回家休息时，尼克夫妇并没有阻拦，只是说了一大堆客套话。三人紧张的心情终于得到了一丝缓解，迫不及待地朝着汽车走去。可来到车前却傻眼了，原本好好的车胎竟然漏气了。他们本想装作没看见，等先离开之后再说，结果刚打开车门，尼克却突然喊住了他们。 Oh no. Oh, that is bad luck. Come see. Yeah, you got a nail. That is really, really bad luck. 男人想要打电话叫救援，但却被尼克拦住，说这种小事他分分钟就能搞定。为了防止对方发现异常，一家人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接着，男人又在尼克的要求下，跟着他一起进房间拿工具。当看到满满一屋子刀具和枪支时，男人只觉得头皮发麻，生怕尼克突然对自己动手。然而这种事非但没有发生，尼克还真帮他们补好了车胎。可就在一家人如释重负准备上路时，尼克又突然问女孩有没有落下东西，期间还示意女孩往屋顶上看。女孩这才发现自己最喜欢的玩偶竟然被扔到了上面，但为了赶紧离开，她只好说自己不要了。可没想到尼克却强行搬来梯子，让男人爬上去将其取下来。期间尼克还故意晃动梯子，这让恐高的男人害怕到了极点。好在最后并没发生意外，总算是顺利拿到了玩偶。而这下尼克再也没有借口拖延时间，只能微笑着和众人告别。可他在和女人拥抱时，竟趁机在其脖子上亲了好几口。男人见状虽然生气，但为了能尽快离开，他摇头示意妻子忍一下。殊不知这恰恰落入了尼克的圈套。他之所以如此的拖延时间，就是想看看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暴露。但刚才他还不是很确定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有了答案。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男人，没有人可以看着自己老婆被别人亲吻。可对此毫不知情的男人，还天真的想把男孩也救走，故意让他去帮着开院门。谁知男孩刚走几步就被尼克叫住。眼见着院门打开，男人决定等脱身之后再带警察过来救男孩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即将出门的时候，尼克竟一把将男孩丢进了池塘里。善良的男人只好停下车，第一时间跳下水救人，而女人则转移到驾驶位，准备先把车开出去。却不料尼克再次按动遥控，院门瞬间就被关上。等男人拖着男孩游到岸边，这才惊恐地发现尼克正拿着一支枪将他的妻女按在地上。随后，一家三口和男孩都被尼克绑回了屋子。尼克威胁女人将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到自己账户，还让他们跟家里人报平安，说要远程旅行一段时间，这样就算他们死了也不会被发现。为了保命，女人只好乖乖照做。然而尼克依旧不打算放过他们，甚至还拿出一瓶麻醉剂，准备把女孩的舌头也割掉，让她给自己当女儿，以此满足他儿女双全的梦想。而这一举动彻底触碰到了女人的逆鳞，她立马将之前藏的刀子掏出来。就在尼克要将她捆起来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朝着身后用力一划，尼克瞬间捂着脸倒地。接着，女人又硬生生从尼克妻子手里抢过喷子，局势瞬间发生扭转。最终在女人的掩护下，一家人迅速离开屋内，并在外面把门锁死。接着赶紧开车驶离这可怕的地方。然而还没等到开出院子，就被一辆汽车拦住了去路。来人正是尼克的同伴大胡子。
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他就举起枪打碎了车玻璃。无奈之下，男人只好又将车倒回去，然后随便找了间屋子，迅速将门窗全部关紧。而女人则拿起电话准备报警，谁知刚接通，信号就突然中断。原来尼克夫妇已经被大胡子放了出来，他们第一时间将电话线切断，准备来一场刺激的猎杀游戏。而女孩父母也没闲着，他们先用柜子抵住房门，然后女人一转头，正好看见一张房屋的全貌照片。他发现房顶上有个天窗，完全可以从这里爬出去，再逃往房子后面的森林。但男人却觉得这么做有些冒险。就在夫妻二人为此争执时，屋内的灯光突然熄灭，而这也意味着一场黑暗中的猎杀正式开始。脆弱的一家人孤立无援，但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。男人看到外面有一个草屋，只要点燃它就能引起别人注意，那时大概率就可以获得救援。于是他在房间里找到一瓶烈酒，再将一根布条塞进去，做了个简易的燃烧瓶。可火光却暴露了他们的位置，刚打开窗户，大胡子的子弹就射了过来。男人立马弯下腰，女人则举起枪发起反击。在他的掩护下，男人终于将燃烧瓶扔了出去。可由于房顶实在太陡，燃烧瓶直接从房顶滑了下去，好在又砸到了尼克的车上，车子瞬间被点燃。尼克知道火势一旦变大，警察马上就会过来。他告诉大胡子，一定要在3分钟内将他们解决掉。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。而另一边，夫妻俩将2个孩子藏在柜子里，并告诉他们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随后，女人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硫酸，男人则找到一把铁锤，准备和敌人展开最后的搏斗。与此同时，大胡子正顺着梯子准备从天窗爬进屋内，尼克也来到门口，试图破门而入。而尼克妻子则从地下室进入，打算从3个方向围剿女孩一家。很快，尼克的声音就在外面响起，由于自己的汽车被炸，他发誓一定要让这家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屋里的夫妻二人听到了不同方向的动静，无奈之下只好分开行动来应对敌人。然而他们刚分开，尼克就从外面破开了屋门，并发现了女人躲藏的房间。女人只能死死抵住房门，但由于男女力量悬殊太大，最终门还是被尼克撞开。女人见状迅速拿起叉子，猛地刺向尼克的手臂。尼克疼痛的大叫一声，开了2枪后就暂时退了回去。而此时尼克妻子也举着枪从另一边走了上来，女人听到声音只能拿起硫酸逃往楼上。紧接着尼克夫妇也一前一后的来到楼上，然后便听到衣柜里传来喘息声。他觉得女孩和男孩一定躲在里面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打开柜子，想不到里面竟藏着一部手机，而呼吸声只不过是录音。趁尼克反应的机会，躲在旁边的女人猛然冲出，将硫酸全部刺在了尼克脸上，随即便带着孩子们逃离房外。可就在他们打算从屋顶悄悄离开时，却猝不及防地碰见了大胡子。大胡子立马对着他们开了一枪，但打碎的却是一面镜子。身后的女人赶紧拉着孩子们离开，大胡子本想去追，却被冲出来的男人拦截，两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但大胡子是典型的地痞流氓，温文尔雅的男人又怎会是对手？很快就被按在了玻璃边缘，眼看男人就要丧命，幸好女人及时赶到，立马从地上捡起一把锤子，对着大胡子的脑袋砸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尼克夫妇正拼命清洗着脸上的硫酸，尼克疼得发出阵阵惨叫。他知道女孩一家一定会趁机逃跑，于是不顾自己的疼痛，让妻子先去追杀他们。而此时，女孩一家正打算从天窗顺着梯子下去，然而他们刚爬出窗外，尼克的妻子就持枪追了过来。看着想要逃离的一家人，尼克妻子赶紧用枪瞄准了他们。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女人如同天神下凡，拿起屋顶上的砖，直接将对方给砸了下去。他们虽然侥幸躲过一劫，但梯子却也被带了下去。现在不知道尼克的情况，回房间是肯定不行的，但也不能在这待着等死。所以权衡利弊之后，男人决定从房顶上跳下去。男人强忍着断腿的剧痛，把梯子给扶了起来。女孩是第一个下来的，男人让她赶紧躲去车里。可当他把妻子和男孩接下来时，意外却再次发生了，女孩竟然落入了尼克手中。看着自己被摔死的妻子，他用枪顶在女孩头上，可面对女孩母亲的求饶，他居然说自己不光不会伤害女孩，还会把她留在自己身边，让她成为妻子的替代品。说着，尼克就准备开枪打死女孩父母。可下一秒，女孩突然将之前藏起来的麻醉针扎在了尼克的腰上，在药物的强烈作用下，尼克连开枪的力气都没了，很快便瘫软在了地上。男人见状本想举起枪杀了他，但最后还是没忍心，决定交给法律来惩治他。接着便准备带着家人离开，可一旁的男孩却在临走时突然拿起地上的砖头骑到了尼克的身上。这一刻，或许是想到了父母被他残害的场景，亦或是他剪掉自己舌头的画面。此刻男孩心中的恨意波涛汹涌，于是他举起砖头疯狂地砸向了这个恶魔。故事的最后，男孩终于为父母报了仇，然后坐上了女孩一家的车。虽然历经了场噩梦，但他们终于迎来了新生，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，而他们也将永远铭记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